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1月27号，今天是星期四，不，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中文故事时间，喜欢听中文故事的同学，今天一定要准时来上课。那么今天老师来讲一则大家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啊。老师，什么叫耳熟能详？就是大家都听过，大家都很熟悉啊。所以这个故事你们一定听过，而且应该小时候爸爸妈妈讲床头故事的时候，或我们说床前故事的时候，一定有说过这个故事啊。那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一定要点赞留言说老师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对，耳熟能详。好，有人说老师我今天赶时间了啊，你可以说我赶上了，老师我今天终于赶上了啊，因为可能你比较忙，以前的课你都赶不上，今天老师的课我终于赶上了啊。好，那么各位同学，这个礼拜六晚上啊，老师也会开一个免费的试听课，因为有一些学生希望跟老师聊聊天，所以呢，老师在星期六的时候会用 Google Meet 举办一个免费的聊天课、试听课啊，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吧，那是免费的试听。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试听之后很喜欢，那也可以参加老师的团课，1对多的聊天课，轻松的聊天，那价格很便宜，非常便宜哦。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参加老师礼拜六免费的试听课 trial class 啊，免费的试听课啊。好，那么我们来听故事吧。因为老师如果在 YouTube 上面开聊天课，老师没有那个 app，I don't have the platform, I don't have the app， 所以我就另外用 Google Meet 开哦。好，那试听课大家都可以来听听看，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参加老师收费的这个小班课啊，小班课啊。好，那如果没兴趣也没有关系，没有兴趣也没有关系啊。好，因为有一些同学就是一直说老师我真的想跟你聊天啊，所以老师才开了这个课啊。星期六晚上7点半，不是在 YouTube 上面哦，各位同学，不是在 YouTube 老师另外在 Google Meet 上面开的课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私信给老师或写信到老师的 email 问一下啊。好，或者到脸书老师脸书有公布讯息啊。好，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金斧头。金斧头，好，金就是 goat， 那金斧头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斧头是用金纯金做的。那各位同学，什么叫斧头？斧头就是樵夫用来砍木材的，砍树或砍木材的一个工具。好，谁帮我打一下砍柴？firewood chop firewood 砍柴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吧。好 Mandarin 写出来了，砍柴很好。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住着一位樵夫，名叫老张。好，山脚下，老师山怎么会有脚呢？就是 the foot， 山的最下面叫山脚。那老师如果我说 in the middle of the mountain， 你们知道怎么说吗？山脚是 bottom of the mountain， foot of the mountain。
那如果是 in the middle of the mountain， 山，这个叫山什么？你们知道吗？那如果我说 top mountain top， 这个叫什么？山什么？所以你们会不会表达？很好 Kiki， 山腰，你的 waist 好像是你的腰，山也有腰，所以 the middle of the mountain 我们中文叫山腰 the west of the mountain。 山顶答对了， top mountain top 山顶，山脚，山腰，山顶。好，有一个 village 小村庄，住着一名樵夫。樵夫呢，就是砍柴为生的一种职业现在比较少有樵夫了好，名字叫做老张，名叫老张，就是他的名字叫老张好，老张每天靠砍柴过日子，他家里不富裕，但老张做人很老实。好，各位同学，我们这里有一个表达很重要，叫靠什么什么过日子，那就表示你的工作是什么你可以赚钱的工作是什么？像理查老师靠教中文过日子但是这个感觉就是赚的钱不多。如果你说靠什么什么过日子，表示其实你这个工作这份工作赚的钱不多，你才会用这个表达好，所以靠make a living by 砍柴过日子。他家里不富裕，富裕就是有钱，他家里没有钱，很穷。我靠父母过日子，可以，那表示你爸妈会给你零花钱，让你可能不需要工作，给你住的，给你吃的，给你钱那你就靠父母过日子。不过如果我们成年了，最好是自己找工作，靠自己靠自己，不要靠父母，对不对？好，各位同学，你们家富裕吗？如果你们家里很富裕，那表示你很有钱但老张做人很老实，他没有钱，他很穷，但是他很诚实，老实 down to earth。 老实就是不只是他很诚实，他这个人个性很简单质朴simple， 他的个性是 simple personality， 而且他很诚实，很质朴，很老实，很诚实Hello 月莹，欢迎好 OK。 好，看起来老张是个好人，他是个樵夫，他是个好人，然后他靠砍柴过日子朴实好，每天早上老张会拿着他的旧铁斧到森林里砍柴，铁斧是他唯一赖以为生的工具。好，每天早上老张都要去工作，他是樵夫嘛，所以他必须要到森林里去砍柴。那他砍柴的工具是什么呢？他工作的工具是旧铁斧，旧 old 老旧，我们之前学过陈旧的铁斧，老旧的铁斧。那各位同学，他的斧头是铁做的 made of iron， 他的斧头是铁做的，所以旧铁斧。好，那铁斧是他唯一 the only one， 他只有这个铁斧，他只有这把。好，我们记得他的量词老张只有这把铁斧，他没有别的铁斧，这个叫唯一。所以如果说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什么意思？他是你的独子，你只有这个小孩，没有别的小孩了。他是我唯一的孩子，你只有生这个孩子，你没有别的孩子，这个叫唯一 the only one。 好，赖以为生是个成语，表示你靠什么过日子，靠什么过活。好，那他赖以为生，这个以就是这个旧铁斧是他唯一可以利用的工具，所以铁斧是他赖以为生，他必须用铁斧过日子，这是他工作的工具好，
好 ，OK， 工具这个词汇啊，一定要会，很重要。好 ，tool 工具。好，一天中午，天气又热又闷，老张砍完柴，坐在河边休息。好，我再念一遍啊。一天中午，天气又热又闷。天气如果很热很闷，你一定会有这个动作啊，天气好热哦。现在应该大家的国家都很冷，不过如果在南半球的话，像澳大利亚，哇，他们是夏天，现在一定很热，对不对？现在北半球的国家都是很冷的，都是冬天。那南半球现在是夏天，天气又热又闷。老张砍完柴，坐在河边休息。好，他累了，对不对？他工作累了，他坐在河边休息。你看这个图啊，他靠在树旁边，老张靠在树的旁边，好像在打瞌睡，好像睡着了，对不对？哦，好像睡着了。好，擦汗的时候，好，夏天你会流汗吗？因为温度很高，气温很高，对不对？流汗了，你就会拿手帕 handkerchief 手帕擦汗。好，你们会不会写手帕？夏天的时候你会流汗，那你会拿出手帕擦汗啊。擦汗的时候，一不小心，铁斧扑通一声掉进河里。好哇，大家都知道铁斧是他唯一赖以为生的工具，结果铁斧掉到河里。老师，什么叫扑通一声？扑通就是东西掉到水里的声音，这个我们中文叫状声词啊，就是这个字是模仿声音的啊，所以叫状声词。那各位同学，扑通就是东西掉到水里的声音，扑通，好，扑通一声，好，那铁斧掉到河里了，赶快捡起来吧，不然会顺着水流，顺着河流就飘走了，对不对？状声词啊，我写给你们看，状，状声词，好，状声词就是这个词汇是模拟声音的啊，这个词汇是用来模拟声音的啊，状声词啊，扑通就是一个状声词啊。好，还有什么是状声词呢？比如说狗叫汪汪汪汪就是一个状声词。那当然还有猫叫声喵喵也是一个状声词，因为这些字都是模拟声音的。还有时钟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这个也是状声词啊。好的，河水又深又急，老张不会游泳，只能坐在河岸边发愁。好，那老张啊，他不会游泳，我们学过他是旱鸭子，不会游泳的人叫旱鸭子。老张不会游泳，他是个旱鸭子，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坐在河岸边发愁。发愁就是你很担心，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你发愁的话，表示你不晓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办。You're so worried，发愁。发愁，好，又深又急，又 adjective， 又 adjective and adjective。OK， 好，这个语法点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了，我就不用再说了啊，不用再说了。很好，旱鸭子，你们是旱鸭子吗？李超老师不是旱鸭子，我会游泳，我不是旱鸭子。有的人不但不是旱鸭子，他很会游泳。那我就可以说他是一个游泳健将啊，游泳健将，很会游泳，好像运动员一样哦，他好会游泳哦，他是一位游泳健将哦，游泳健将 ，a good swimmer 啊，可以又唱歌又跳舞，没问题。好，我们往下看，老张越想越难过。心想，没有斧头，我明天怎么工作呢？他哭了起来。好，因为我们知道老张的旧铁斧是他唯一赖以为生的工具，
所以斧头掉到水里，掉到河里，他又不会游泳，他找不到他的斧头怎么办呢？所以他哭了起来，他the more 叭叭叭 the more 叭叭叭，越想越难过。好，所以 the more he thought about it, the sadder he became。好，所以越想越难过。我的斧头不见了，捡不到斧头了，斧头掉到河里了，怎么办？好，又帅又聪明，是我吗？又帅又聪明。OK， 好，这时，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好，发生了什么事呢？河面发出光芒。好，河面本来是不会有光芒的，对不对？光芒就是 light，a beam of light， 光芒，嘟嘟嘟嘟嘟嘟嘟，很亮啊。好，河面发出 the surface， 面就是 the surface of something。好，河面发出光芒 ，the surface of the river， 河面。好，以后看到面就知道它是 the surface of something。所以如果我说湖面，湖是 lake， 湖面是 the surface of the lake。OK， 所以这个面大家就知道意思哦。好，发出就是 like let out， shimmering， 发出光芒 utter， 一位美丽的仙女出现在老张面前。好，仙女很漂亮的仙女，她拿着魔法棒还是权杖，不晓得，她拿着一根权杖，这个可能是魔法棒吧。这个仙女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仙女，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呢，她的背后有一对翅膀，好像是蝴蝶的翅膀，对不对？美丽的仙女后面有一对翅膀，她拿着魔法棒还是权杖，然后呢，她一头金黄色的长发，这个仙女有一头金黄色的长发，而且呢，她戴着一个很漂亮的后冠这个我们可以说后冠，女生戴的叫后冠，男生戴的叫王冠王冠是男生戴的冠，冠怎么打？好，男生戴的叫王，国王的王，王冠王冠还是王冠？我查一下大陆怎么念好，等老师一下那女生呢？女生是皇后，对不对？所以要叫后冠，后冠好，拼音读音王冠，好，他们念冠，那我们就念冠吧。好，国王戴的叫王冠，国王 king 王冠。那如果是女生戴的，我们可以叫它后冠 queens， 这个好后冠因为我们叫皇后或王后嘛好，可以说皇冠更好，皇冠就不分男女都可以，她戴着皇冠也可以，不分男女好，鸡冠可以很好，鸡冠很好好，对，好，那这个仙女很漂亮好，然后你们发现她的衣服闪闪发光 ，shimmering， 她的衣服闪闪发光好 ，OK， 我们看一下仙女做了什么事情。仙女温柔地问：“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老张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出。好，温柔 ，gently tender。好，因为仙女是女生嘛，女生说话比较温柔。好，仙女温柔的问：“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So 这么就是 so 的意思so sad。好，这么伤心呢？”老张把事情的经过 the process of the whole thing the process of the story。OK， 好，事情的经过 the whole story一五一十。老师，什么叫一五一十啊？就是全部的意思一五一十的全部都说出来，所以一五一十就是 whole every一五一十就是全部的意思好，
老张把事情的经过全部都告诉了仙女，一五一十的说出好，所以以后看到一五一十表示把什么东西全部的怎么样好 OK， 好，仙女听了，好，仙女呢拿出了一把金光闪闪的斧头，问老张，问樵夫，好，这把金斧头是你的吗？诚实的老张摇摇头。我们都知道老张他很诚实，他是个老实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很 honest， 很诚实，他摇摇头。摇摇头是什么意思？表示呢，他跟仙女讲，这不是他的，金斧头不是他的好，那其实呢，像理查老师是一个贪心的人。如果仙女拿出金斧头，哇，我觉得金斧头很贵重，我可以把这个金斧头卖掉，我可以得到好多钱。所以如果是我会点头，是的，仙女，这把金斧头是我的好。那这把呢，仙女接着就是 next， 刚刚拿出金斧头，老张说不是他的，现在仙女又拿出了银斧头，好，银斧头，银色的 silver， 银色的斧头，好，仙女接着拿出一把银斧头，然后这把银斧头是纯银打造的 pure silver， 纯我们学过纯金 pure gold， 纯银就是 pure silver， 纯银，这把银斧头是纯银打造的，打造就是 like forge 或者是 made of 看起来很值钱，很值钱的东西都很贵重，通常要花很多钱才买得到，叫值钱 worth a lot of money 值钱。好 OK， 那么如果我是老张，我一定会跟仙女点头，仙女，这把银斧头也是我的，是我的，不是别人的，这把银斧头是我的。好，然后我会把银斧头拿去卖钱。好 OK， 那你们会怎么做呢？老张说，仙女啊，这也不是我的，我的斧头是一把陈旧的铁斧。好，我们学过陈旧，可以形容你的思想观念 out of date 落伍了，也可以形容物品很旧了好，那所以老张他真的是一个很坦白很诚实的人，他跟仙女说，金斧头不是我的，银斧头也不是我的，我的斧头是一把陈旧的铁斧，它不是金子做的，也不是银做的，它是铁做的好，最后仙女拿出旧铁斧老张一看，对，这把旧铁斧就是我的。好，破涕为笑。老张一看，哈哈，破涕为笑，为什么叫破涕为笑呢？老师，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好，涕就是鼻涕，我们有时候会流鼻水的时候，鼻涕会跑出来，对不对？那个叫什么？我忘记鼻涕怎么讲了 ，booger 还是忘记了mucus 就是鼻涕mucus。好，那因为老张刚刚旧铁斧掉到河里，所以他哭得很伤心。那破涕为笑就是本来在哭，但是呢，可能你的事情解决了，或者你遇到了很好运的事情，你就笑了。本来在哭，后来就笑了，因为事情解决了。这个我们中文可以叫破涕为笑。本来你遇到了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后来你的运气很好，这件事情又变成一个很好的事情，本来从不好变成好，那你本来在哭，又变成在笑的状态，这个叫破涕为笑从哭的状态变成笑的状态，你就可以用这个成语破涕为笑对，这个就是我的旧铁斧。哭笑不得就是你要哭也不是，你要笑也不是，就是你很无奈。You feel like helpless. You feel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cannot feel happy, you cannot feel sad, you don't know what to feel, how to feel，那个感觉通常你是很无奈的时候才会哭笑不得。比如说小孩很调皮，你又不能打小孩，哭笑不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哭也不是，要笑也不是，所以这种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好，这正是 exactly， 正是就是 exactly， 这正是我的斧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谢谢你仙女，你帮我找到了斧头，那么我明天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好，仙女说你真是个诚实的人，拿去 like take it， 拿去 take it。 好，你们常常看中国的电视剧会说给，这个是以前的人会说给，那现代的中文都用拿去，不会说给，会啦，不是那么常用，说给通常是就像英文的 take it 给，这个一般是古时候的人在用的，现代的人都用拿去，这个东西拿去 like here you are， 拿去好，这是我给你的奖赏。好，奖赏 reward， 一般来说什么叫奖赏，就是当对方做了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你就会给他奖赏。比如说学生他表现很好，老师会给学生奖赏，会送学生礼物，小礼物之类的奖赏。还有呢，比如说你有养宠物，有养猫，有养狗，这只狗很听你的话，你说握手，这个狗就跟你握手。好，你会给它一个 treat， 这个也是奖赏，你会给它东西吃，很聪明的狗，说握手它就握手，那你就可以给它奖赏，像英文的 treat，你给猫猫狗狗一个 treat， 中文也可以说奖赏，奖赏，给宠物的奖品你可以叫奖赏。好，仙女给老张什么奖赏呢？她把金斧、银斧也一起送给了老张，所以老张最后拿到了3把斧头，自己的旧铁斧，还有金斧头，还有银斧头，所以老张发了，因为金斧银斧是很值钱的，对不对？好，老张连连道谢，回到村子后，他卖掉金斧银斧，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好，各位同学，这里有一个成语叫连连道谢，连连就是 again and again， 谢谢仙女，谢谢你，这个叫连连道谢。他发财了，他得到了3把斧头，所以呢他一直跟仙女说谢谢仙女，谢谢仙女，他说了很多次，这个叫连连道谢。你跟对方一直说谢谢，这个叫连连道谢。回到村子后，他卖掉金斧银斧，那老张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的日子就过得很富裕了。刚刚说富裕 wealthy， 富裕，对不对？所以呢一个老实的人，他一定会有人会帮助他，他一定会遇到贵人，因为他是个老实人，对不对？很多人呢很喜欢老实人，所以呢会去帮助老实的人，诚实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老实的人很容易遇到贵人。还有一句中文的谚语叫做天助自助者，如果你帮助自己，你是一个好人，你常常做好事的话，上天也会帮助你。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天助自助者，所以你们要当一个好人，要当一个努力学习的人，要当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要当一个老实人。老张会不会坐吃山空，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因为故事后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老张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不晓得老张会不会坐吃山空。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3个问题。问题1，老张的铁斧头
为什么对他很重要？好，这个你可不可以用我们刚刚上课学过的词汇来告诉我这题的答案呢？老张的铁斧为什么对他很重要？我们工作是不是都需要工具？所以铁斧对老张来说是很重要的什么？好，你可不可以用我们刚刚学过的词汇告诉我这题的答案呢？我们向理查老师连连道谢，谢谢理查老师，谢谢理查老师，因为有老师的直播课，我的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好 ，Robert 说这是老张唯一赖以为生的工具。好，我们那个的放在后面好了。铁斧，旧铁斧是老张唯一赖以为生的工具，很好。对，老张是个诚实的人所以一定会有贵人帮助他，很好。因为旧铁斧是老张唯一赖以为生的工具，这个就是标准答案 （standard answer）， 标准答案好，赖以为生、唯一这些词汇都很重要好，我们看第二题，问题2，你觉得仙女为什么要拿出金斧头和银斧头？为什么？如果你是仙女，你直接把旧铁斧还给樵夫就好了，你为什么还要拿出金斧头，又要拿出银斧头？你觉得仙女的用意是什么？仙女的用意仙女的用意是什么？用意 purpose， 她的 intention她的 intention 用意是什么？她的 purpose 是什么她的用意是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些词汇你们可以把它记起来很好 Mandarin 说仙女这个 Charles 说这个因为他的斧头是他的工作的工具也是他赖以为生的工具仙女想看看老张是不是一个老实人，很好。我觉得仙女呢想要给樵夫一个考验 a test， 好，谁帮我打一下考验？我觉得仙女想要给老张一个考验，想要试试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实人，所以他给老张一个考验 a test。 那老张最后通过了考验，对不对？他通过了仙女的考验，所以他得到了奖赏好，对，他想考验，不要说实验实验是 experiment， 我们说考验，仙女想要考验老张是不是一个老实人好，这个词汇记起来，考验。好，我们再往下看。问题3，仙女为什么把金斧头和银斧头送给老张呢？你觉得仙女为什么要送给老张金斧银斧？这题应该不难，对不对？好，老张他是个老实的人，诚实的人所以呢他并不贪心，老张不是一个贪心的人，所以当仙女说金斧头是不是你的，他摇摇头，银斧头是不是你的，他也摇摇头，所以仙女知道老张通过了考验，他真的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个老实人对，很好，这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就像 Mandarin 说的，因为老张通过了仙女的考验。好，考验这个词很重要，因为老张通过了仙女的考验，或者你可以说因为老张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仙女送给他金斧银斧。好，像秀秀说的也很好，老张是值得帮助的老实人，天助自助者，所以仙女愿意帮助老张。因为我们知道老张的家里并不富裕，我们可以说家境不富裕老张的家境并不富裕好，这个雅玲的回答也非常好，因为老张诚实回答仙女的问题，并不贪心，对不对？老张并没有贪心的说
金斧头是我的，银斧头也是我的哦。好 ，OK， 那今天的故事呢，其实是告诉我们诚实是很重要的哦，我们要当一个诚实的人，不要说谎，也不要贪心哦。好，希望你们可以学学老张，他是个老实人，我们也要当老实人哦。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词汇。好，每个词汇我会念3遍，请大家找一下对应的图片。樵夫，樵夫，樵夫，好，这个是樵夫，对不对？樵夫，好，砍柴，砍柴，砍柴，好，他现在在做的动作就是砍柴，那樵夫就是靠砍柴赖以为生，对不对？靠砍柴过日子啊。好，佩霞说，因为老张是老实人，他不贪心，仙女就送给他金斧、银斧，还有他自己的铁斧头，很好。好的，擦汗，擦汗，擦汗。好 ，Hello Halloween。好，很多同学我忘了叫你们的名字哦。好，擦汗，我们用什么擦汗？想一想，刚刚老师教你们的那个词 handkerchief， 中文要怎么说？手什么？我们用什么擦汗？有人会用袖子擦汗，对不对？有人会用袖子擦汗，袖子 sleeve， 用袖子擦汗啊。有人会用手帕擦汗啊，也有人用手，对不对？用手擦汗当然也可以啊。对，不要贪心，不要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非常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哦。生词跟词汇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不同？一般来讲，生词应该是你第一次看到的，啊，应该是你第一次看到的，值得学习的词汇啊，叫生词啊。好，词汇的意思就比较广，什么这种2个字、3个字的都是词汇。生词通常指的是你第一次学习到的词汇啊。用手巾可以啊，用手巾擦汗，有人用毛巾擦汗，有人用卫生纸擦汗，都可以啊。好，发出光芒，发出光芒，奖赏，奖赏，破涕为笑，破涕为笑。好，各位同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如果你听过今天的故事，你可以留言告诉老师，老师这个故事我听过了，这则寓言故事我听过了。如果你喜欢老师讲的故事，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老师我很喜欢你说的故事。好，那么我们礼拜4再见咯，大家早点休息，晚安咯，拜拜。